大家好，分享投资小知识的 Slow 萝莉又来咯，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这几天好多好苗子屡创新高，当然也有冲高回落暴跌的。我们这些小散们就东追西赶的追涨杀跌，就怕踏空行情错过了机会，一不小心冲进去却被套在高高的山岗上，高处不胜寒。追涨杀跌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个恨之深爱之切，屡犯不改。其实这种投资态度是很不好的，成为了不停亏损的轮回。但是看着它涨，赚钱没有自己的份，不操作没有参与感，心里总是痒痒的。小伙伴们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呢？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学着巴菲特那样买入大盘指数，等时间过去了总是会赚钱的。但是我们都是小散啊，不是股神啊，没有买卖的参与度，怎么能算是炒股操盘呢？我们都有一颗要成为操盘手的心，想着一夜暴富。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在你忍不住要追高的时候用来控制风险的方法，让你追高之前能有一个方向，让你追得心里明白。这期视频主要是分享给刚刚入门的小伙伴们学习用的，视频中的操作都是萝莉自己的操作分享，不作为投资建议哦。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你是交易老手或者早已知晓这样的方法，欢迎在留言区分享跟纠正。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下面视频开始。首先我们要确定什么是高追，像这样涨了这么多算是高追吗？或者这样涨了已经很多了，还能继续涨高吗？还有这样突破新高的算是高吗？其实这些都可以算是高追，也可以不算。最重要的点不是已经涨了多少，而是你为这次交易定下的盈亏比是多少。这里面的盈亏比在之前的视频关于止损的那些事儿里面解释过，就是预期盈利的比率与跌至止损位之间的比例。当盈亏比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比例的时候，你就可以冲进去买这只股票了。然后就是设置止损位，设置止损位，设置止损位。重要的事情讲3次。如果买进的股票跟我们的预期走势不一样，反向向下，跌破我们的止损价，我们就要果断止损。市场永远都是对的，看错了就要承认错误。在股市里，我们就是在不停承认错误的路上，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保住本金还在，我们才有机会赚钱。好了，我们找回刚才的例子来看看。先来看看京东。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京东自从涨到60块左右，就在箱体区间盘整了2个多月。在它突破箱体上方主力线69块以后，主力线就会变成了支撑线。所以如果它突破以后我们买入，看上去已经涨了快 10% 了，价位已经很高了。但是当强主力线变成支撑线以后，新的支撑价格就在69块了。就算我们是第二天以70到71块的价格买入，我们只要把止损位置放在69块，然后假设把止盈位置放在上方78到80块之间，那么这样我们就是以1块钱的风险来博取7到9块钱的回报。这样来看，我们就是以一个最低7:1的盈亏比来投资，这样看上去就不是追高。但如果是现在这一刻买入，盈亏比就不是7:1了，你要接受12块钱的亏损来获取回报。因为69块以上的支撑位我们还是不知道在哪里的，所以这一刻再买进去追就算是追高咯。再来看看 FLDM，这天开盘直接跳空高开，突破前高。在这一刻，该股已经涨了差不多2块钱，已经有 20% 涨幅了。所以我们追进去之前要设置好我们的盈亏比，
把止损点设置在前高9.5块，和现在11块4毛3的价格相比，这个亏损将是1块9毛3，亏损差不多有 17%。然后我们的止盈目标要定在比13块3毛6高的位置。如果你可以接受 17% 的亏损，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以11块4毛3的价格买入。但是事情并不如所愿，价格像这样子回落，股价跌破了止损价，我们就要马上止损。跌破了止损位，也就说明趋势改变了。如果资金不撤走的话，你就要被套在高高的3岗上了。而且未来下降趋势明显，亏损就不再是1块2块钱了，可能会跌回2、3块的价格哦。等它下一次雄起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下一个例子我们看看 Microsoft。 昨天 Microsoft 也是突破了前高217块6毛3，然后今天继续上涨。如果以昨天收盘的价格买入，止损价设置在217块9毛，你的亏损只有3块4毛3，大概是 1.55%。 对于微软，罗莉会把止盈位放在235到238之间，盈利的最高比例有差不多 7.5%， 17块钱，盈亏比是 7.5 比 1.55 左右，也就是盈利的收益是失败亏损的5倍。当然成功率不是100%的，但是如果按照盈亏比是5的投资来说，我们只要成功1次，我们可以抵消5次的失败。只要我们交易的时候能设定好盈亏比，跌破止损就果断卖出止损，那么就不存在追高了，因为所有的交易比例都已经在你的掌握之间了。长期下去，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我们一定会得到不错的回报。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这期视频的小伙伴，不要忘了点赞和分享哦。如果大家对这样的操作有什么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萝莉会一一回答。谢谢大家观看，萝莉也要回去充电咯。